你还记得火箭这个诡异的笑容吗？因为一般的乱局他已经完全提不起兴趣。此时不仅11颗红球就有5颗贴库，而且所有彩球还全都不在点位，明明就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变态残局。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无比坚定的青台信仰。好球，这也就只有火箭打中了，因为本来3传球的难度就不小，而且还要发力的低杆来衔接低分值彩球。不过这种程度相比眼前这个乱局，最多也就算是个开胃小菜。眼下4颗红球贴库，而且蓝黑也是彻底的死球，就连唯一的粉球也仅剩这2条通道。但是天才的脑回路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接下来就是火箭极致的围球盛宴。上手第一步先来处理粉球的通道问题，这样一来不仅上分够快，而且不用每次都绕台衔接低分彩球。毕竟母球每多绕一次台，不可控的风险就会增加1分。火箭瞄了一眼中间这颗，只要他的想法能顺利变现，那至少中间的球形就能完全解开，而且还为他调整贴库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很可惜，这杆力度不够。现在不仅中间这颗没有掉头，而且还急需一杆准度续命。虽然火箭平常不太爱秀准度，但是拼关键球的能力，全世界也找不到比他还大的心脏。这就是火箭，不管难度再大的球型，只要他出手就特别让人放心。不过接连几杆大范围衔接仍然没有调整舒服，目前最关键的还是中间这颗红球。看一下火箭接下来要怎么破局。If you got a 35 or 40 break out of this, it would seem an awful lot. 至此，粉球的通道已经完全打开，终于可以不用再继续全台校位。但是除了4颗贴库难度红球，中间这颗红球的校位仍然是本局最关键的一颗。火箭气了个半死，这次的斯登力气又大。虽然现在红球还是能打，但这个角度势必会带开上方这颗。对于一向追求完美的火老师来说，这已经是很严重的失误。完美的空心入袋，但是上方的这颗红球也不出意外的顺利贴库。不过这也正是围球的魅力所在，只要任何一杆有细小的偏差，那接下来的环节就会无限放大这个失误。除非你有超级强大的纠错能力，不然局面就只会越来越难。26. 27. 这一杆粉球叫的有点直，看火箭绕台走过来比划红球的位置，这是要准备强拼贴库红球。我老师真的太猛了。Yeah, so he has played on that loose red. 这就确实过分了。换上左手来打贴库红球，现在剩下的4个红球一颗比一颗难，而且粉球的角度也不支持 K 球，那就意味着底库的红球仍然有单下的可能。The middle red goes crucially. 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红球就只有刚刚好的线路。至此底库的难题就算彻底解开，最难的右侧2颗贴库红球，就看火老师最后 K 球的运气如何。So 36 ahead. 48. Red and black. Getting to the magic number of 44 ahead. 49. 好球，黑球的角度还算舒服，低杆一库就能直接 K 球。这运气也是彻底没水了。虽然现在已经刚好完成了超分，但火箭的心里肯定非常不爽，因为没能完成清台的乱局，就算赢下了比赛也是不够完美的。最后无奈的做了一杆斯诺比，大萝卜也是非常痛快的选择认输。其实这样的乱局能一杆制胜已经足够分值，但这就是他就是单纯的想打好每一局球。硬汉之间的对决，就连老天爷也会暗中帮忙。这颗绝对没有下球可能的红球，硬是神奇晕下。火箭这是真的害羞了。面对这逆天大运，普京大侠潇洒一笑，根本不慌，因为此时火箭需要清台才能逆转。但现在黑球被红球阻挡，而且绿球还是贴库，
更难受的是黄球还在下半台，看看火箭如何破局。丝滑的克拉克，火箭都不自觉身体加塞。更夸张的是，连打带 K 的红球也特别听话。普京这下直接傻了，火箭这把凌冽的寒刀，仿佛瞬间就要扎穿自己的胸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剧情会突然峰回路转，火箭犯了一个超级低级的错误。这杆选择了更容易的篮球，落后40，台面最高还有40，现在清台最多也就只能延分。而此时的火箭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了，但是事已至此，也只能先清台再抢黑了。不过面对普京这种全程进攻不过度防守的对手，多打一个黑球，火箭也乐意奉陪。关键的黄教绿，母球也留出了舒服的角度，看看控球之神要如何表演。发力的四蹬，黄球空心入袋，母球两库叫到绿球手摆位，无论准度和控球，毫无疑问的大师级别。普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职业生涯最高排名世界前16，泰国斯诺克活宝级球员，彪悍的球风和耍宝的举动，确实让球迷印象深刻。虽然赢的球不多，但是看他的比赛就不存在沉闷。最后的抢黑环节，就是他职业生涯最好的缩影。力度和角度都控到了极致，母球在火箭手上真的太听话了，真是一个老妖怪。完美的连打带 K 显得这么理所当然，如饮美酒一般的享受。带一下中黑。42。56比56，最后的抢黑了。其实对于斯诺克来说，抢黑环节通常是斗智斗勇的时刻，球员会无所不用其极的防守，逼迫对手先犯错，然后自己最终拿下比赛。但是这两个人相遇，那就完全是另一种画风了。真不愧是普京大侠，上手第一杆就是大力出奇迹，这感觉像极了我们在台球厅玩耍的时候，尤其是拍球桌这一下，简直就是生活照进了比赛。火箭更是全程被他逗乐。这就是火老师的态度，对手越是豪爽干脆，那自己也根本不会动歪脑筋。这个三库翻袋风险很大，因为失误的话，黑球大概率是要养袋口的，而且抢四的比赛他已经先输一局了。不要辜负奥沙利文。真刺激！黑球2次晃袋而出，普京在搞笑方面的贡献可以说和老马各有千秋，但是在准度方面的成绩那就是天壤之别了。来个三角翻，我觉得贴是有点太勉强。继续翻袋，火箭的性格就是这么桀骜不驯，对阵塞尔比被超多少分都要继续，但是现在就是一杆都不防守，而且又一次给到普京绝杀的机会。普京继续进攻。2比0。普京对着火箭相视一笑，好像在说：“哥们儿，这样比赛带劲吗？接下来咱们继续。”这是斯诺克史上最夸张的乱局清台。当火箭打进这颗极限中带上手，留给他的台面不仅红球让人头皮发麻，而且粉黑也几乎全部已经锁死。纵然是有号称乱局之王的火箭，此时也情不自禁难得直戳牙花。换了其他人遇到这样的球形，肯定选择防守，将难题抛给对方。但火老师这种遇到乱局就兴奋的特殊体质，仅仅只是5秒钟的短暂思考，他就准备彻底疯狂起来。真细腻，红球正好留出微微向上的角度，因为此时粉黑根本没有办法衔接，暂时还要利用篮球作为破局的过渡。但这样犬牙交错的红球分布，就对母球的控制要求在厘米级别，明明就是一个地狱级的考验，但是火老师却打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轻松。经过2次的篮球过渡，火箭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处理黑球附近的障碍。正常情况下，这2颗红球的处理最难，但是接下来火箭的破局思路再一次验证了为什么他才是斯诺克第一人。
真的是艺高人胆大，中高杆的反赛直接一库强行过来叫黑。正常情况下，这种角度，职业球员都会选择上去继续叫黑，因为这颗黑球不仅容错率非常低，而且一旦出现失误，那就是送给对手一个直接上手的机会。但是眼前这个对自己无比自信的小老头，真的是太疯狂了。不过接下来火箭的操作就更加离谱，如此复杂的局面，他居然等不及裁判复位，在别人眼里难如登天的乱局，火箭的速度却不降反升。斯诺克独一档的存在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漂亮，母球又是细到厘米级的落位，至此一杆超分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台下的乔伊斯只能无奈的继续喝水。碰上这样火力全开的火老师，心脏太小的球员就足以形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而且更要命的是，像这样不可思议的球局，火老师更是连下3场，也难怪至此之后就很少看到乔伊斯活跃的身影。现在黑球两侧的线路已经畅通无阻，而且这3颗相对简单的红球就已经支持超分。不过对于火老师来说，赢球根本就不是他最终目的，他眼里似乎只有一件事情最为重要，那就是尽可能的完成清台，让斯诺克变得轻松好看，才是他享受比赛最大的乐趣。很可惜，这杆 K 球发生了意外，现在只有一个超大角度的红球可以链接。不过中代老王子的独门绝技，就是专门为这种意外的发生而准备的。这就是火箭手起刀落收下中代红球的同时，母球还顺利调整到位。比赛中谁也不可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但是能有火老师这种变态的纠错调整能力，才是他乱局之王最有底气的资本。57。真的是纵享丝滑，关键的超分红球就在1打1K 之间完美实现。不过这也只是本局高燃明场面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剩余难度球的处理，火箭更是打出了让人惊心动魄的感觉。65。绝了！大力灌进篮球中带，母球以诡异的弧线径直 K 出带口的红球。对于火老师来说，母球指哪打哪，只能算是基本操作。就算看上去没有任何机会的局面，他也能硬生生创造出可以清台的可能。70。比赛结束，一杆漂亮的连打带 K， 至此红球已经全部盘活。几分钟前还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转眼间已经清爽无比。接下来就是火老师秋风扫落叶的表演时间，能够让斯诺克看起来如此轻松简单，说这是化腐朽为神奇一点都不为过。78 79。这就是火箭独一无二的清台风格，别人都是把最难的球留到最后处理，他却偏偏反其道行之。天才的世界，我们凡人真的很难理解。95。打进黑球完成破口，特殊时期居然还能有球迷来现场观看比赛，火老师的魅力已经无需多言。现在清台最后一个难题就是相互牵制的黄球和绿球，看火箭要如何处理。这就太夸张了，近乎一个全台的距离，母球分毫不差的3库大绕台衔接黄球。如果小特的暴力美学是给人最直观的视觉盛宴，那火箭的大道至简就是充满岁月的深厚沉淀。连喝4局的乔伊斯已经彻底放弃了挣扎，这也正是火箭最恐怖的地方，不仅要赢对手的球，还要赢下对手的心。难怪这么多世界前16的高手看到火箭就直接不会打球。124。飞球入袋，这匪夷所思的乱局清台，也将永远载入斯诺克历史长河。